哎，我远在加拿大的小姑子好可怜，她在加拿大等着做缩胸手术3年了，还没排上呢。原因是还是不够大，有比她更大的还没做呢。我这小姑子就是上次在我女儿的儿童泳池里不慎溺水那个，她是个 E 杯，照理说不该溺水，因为这 E 杯完全能顶救生圈。不夸张的说，她的胸和我脑袋差不多大。她家就是有这个璀璨的传统。我大胖媳妇呢也是很婀娜的，4尺8的水蛇腰上正经也顶着个 C 杯呢。但是呢，这个部位的脂肪确实给我小姑子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还不理解，我说多好啊，你是童颜巨胸，我是巨颜童胸，70年生人的脸顶着个00后的胸。但是他很真诚的说，他说他这个胸啊就太沉了，对他的胸椎脊椎都造成了挤压，就非常痛苦，他必须得去做这个缩胸手术。结果等到今年又没排上，人医生说你前边还有若干个 G 杯女士在等待手术，他们的情况更迫在眉睫。你说你一个 E 杯，你的痛苦跟人家 GHIJ 杯比，是不是杯水车薪？我小姑一听也没话了，只能回家等着去。你说谁遇着大 G 不得让人走？回来跟我一顿抱怨，最后由衷的跟我说，我真羡慕你们这些没胸的，没胸就不会下垂，没胸就不会下垂。我说你荒诞至极。我虽然没胸是不假，但是我依然下垂。作为一个 UP 主，我身上很多的部位都很大，谁说胸小就不下垂了？当妈的可能能懂，就我以前就心胸是挺空虚的一个人，怀孕的时候呢就胀得非常充实，也有过就 C 杯的巅峰，然后呢生完孩子喂奶的时候就是吃显大吃完小，吃显大吃完小，那一天到晚命运几次的轮回。所以你就看过那个新气球吹了瘪吹了瘪吹了瘪，吹瘪几次以后就跟我的胸一样，就是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泡了汤的馄饨皮儿，泡了汤的馄饨皮儿。所以作为30岁的女人，我选内衣的时候，核心不只是耳力，还有知天命。我需要把我的馄饨皮儿聚拢去，但是又不能把那馄饨馅挤稀碎，太累不行。我天天和这个200多斤没大心的大胖媳妇过下去，就已经是被伦理道德束缚的结果了。我不能再被别的东西束缚了。我真心向你们推荐内外这个内衣，兼顾塑形和舒适的内衣。我一直用内外，这回买了俩颜色。他家新出的这款微笑软支撑内衣，这内衣外面覆盖了3D 一体成型的弧形硅胶，还内置了硅胶条，内外2股力可以一起支撑。而且它这硅胶条是顺着我们身体的线条设置的，扒的就特别稳，不会一动就乱跑。而且还是水滴型的杯垫，很贴合，不会空杯。它真的是我穿过的能让胸型看着最好看，体感又最舒服的内衣。分大小杯穿的，丰盈款和3、4杯款。3、4杯款这个特别轻薄透气，太舒服了。你们穿过就知道了，内外是真好穿。可惜了这一款没有我小姑子那个码，但是我可以找2件内外的大胸款的给她送过去。你谁知道她前面还有多少个大 G 呀，对不？所以在排队等待手术期间，有内外这种好内衣，让她胸前的日子横竖好过一点。哎，你们知道咱们东北这种酒桌上的哲学式官方语言是怎么给一个外国人带偏的？就当时他回铁岭啊，要办婚礼嘛，那婚礼头2天不是有那种婚前宴请吗？我俩就拿个酒杯挨桌敬酒，然后就来到了一桌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这儿。然后德高望重长辈中呢有个最德高望重的，他就开始就是讲话了。完我还跟我老公说，我说讲话这人叫韩宝宝，快叫韩宝宝。我老公说他咋起名叫汉堡包呢？汉堡包呢？然后汉堡包就开始讲话了。我提一句啊，这个彩铃啊，来自这个铁岭。铁岭是喜剧的故乡。这个叫什么来着？这杰米，对，杰米，哎，杰米呢，来自这个加拿大，白求恩的故乡。你们2个人呢，来自这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啊，乃至不同的文化。这个呢是一种缘分。我们希望你们2个人呢，以后的日子里哈，在爱情上啊，在这个事业上，乃至在这个人生的发展上，从不同的角度，哎，这个不同的层面，方方面面的，哎，能够做到一个这个共同的扶持。结果我老公都听困了，问我这汉堡包说啥呢？我说让咱俩好好过。我老公说那他就说了5分钟，就这点内容，那他提白求恩干啥呀？我说白求恩让咱俩好好过。完他就问我说这个汉堡包一直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个方方面面的到底他在表达什么？我说这个属于水词儿，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是当你对你的稿子啊，你没有那么自信，就是你也准备的可能一般，就是但是你想表达你准备了，你这个气场它是属于就是撑牌面的话。
它的作用呢，就其实你啥也没说，但是显示出来呢，就是你就是这个方方面面的说了很多东西。然后2天之后我俩结婚嘛，就办婚礼之前，他背他那个稿背了1个礼拜，因为我妈是就场面人，一定要让他把话就这个方方面面都说全。结果结婚的时候，我走到台中央，他把我接过来了，就到他讲话的时候了，就这点词儿背的就吭哧瘪肚的，哎呦我的妈，老费劲了。本来他都放弃了，兜里有稿，要把这稿从兜里拿出来，要照稿念，稿都已经放在面前了，突然间人家灵机一动，啪稿撇了，面朝着满堂宾客就开始了。今天有这个鱼，有鸡，还有这个肉，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这个吃好啊，玩好啊，乃至喝好。然后我和彩玲呢，就是这个方方面面的啊，白求恩让俺俩好好过。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妈当初在伦敦误入英国不法分子窝点，结果阴差阳错把不法分子给吓着了。一个铁岭大妈冒充泰晤河畔黑帮教父的真实故事是这样的：我妈当初呢在伦敦陪我生孩子，在医院产房陪呢，我的产婆就来了，说我们呀赶上了这个英国的生产旺季，就每个人只能有1个陪护，我妈现在就得走。我妈呢光听了医生哇哇说，啥也没听懂。我老公听完呢就很不理解，就跟医生说就咱们英国呀、加拿大呀，就咱们这些人就不要提什么生产旺季了，就咱们这点人口，一茬不接一茬，4楼升起一个，2楼走一沓，还好意思管自己叫生产旺季？你叫生产旺季的话，印度那产房叫啥呀？甩子秒杀呀！再说我这个丈母娘她不会说英语，你现在给她撵走了，她上哪去？但他们就非说不行，这生产旺季必须得走一个，就硬给我妈撵走了。但我当时要生了，我妈怕我上火，说没事姑娘，没事不用惦着，妈有钱，妈在这附近找一个这个高端招待所住一住，孩子要出来的时候你告诉我啊，我回来。然后呢他就走了。但实际上呢他是不可能舍得花那个钱的。我妈就大半夜在这个大不列颠的街头游荡，然后咱们的妈妈呢对国外的这个街头一无所知，根本就不知道哪个街区看起来就很危险。同时呢国内的治安比较好，她习惯了，压根就没往那上想，大半夜的走到了一个英国街头小混混2道贩子的聚集地，一个小酒吧。就那地方我平时都不敢抹边，我妈咔家进去了。这个地方我怎么跟你形容呢？这是一个伦敦不法分子的接头点，这里所有的人都带着一条大金链子，只有我妈带了俩。这里混得好的人能镶一颗金牙，只有我妈门牙东边全是。就是他们的时尚品味其实很像。这里的每个人呢都在抽着烟，就焦灼的等待，有的人在等待一批就是盗窃的手机，有的人在等一批假包假表，各有各的路子。这时候一个新面孔大模大样进来了，人就很好奇说你来等什么呀？我妈呢居然就听懂了他们的问题，并且非常沉着淡定的回答啊，我呢等一个孩子。这事儿瞬间就传开了。来个玩的大的，谁呀？就那边那个拿扎啤杯吹热水的女的。你说咱们倒腾个手链子，吓得手指抖，没想到人家玩的是人口。我妈呢还拎了一个板板正正的小皮包，人家都在估算一个孩子对等的现金量，其实里边是盒饭装的鸡蛋酱。几个小时之后，我老公去找我妈，找着地方给我老公吓坏了。平时这地方他也不敢去啊，他以为我妈在里头不得受欺负，结果进去之后发现我妈简直就是那里的教父啊。我老公回来跟我学，你妈就拿着个啤酒杯坐在一群黑人兄弟之间，面不改色，巴巴还给人上课呢。你呢？我告诉你，都少喝点凉的。我告诉你，到老了病都来找你，不是我说。剩下这一屋人谁也听不懂他说啥，但都离他好几米，敬畏。你妈突然一伸懒腰，人家偷摸都掏枪了。然后我妈这位铁岭教父就被我老公带回了医院。我妈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跟我说呢，这外国人太能喝凉的，太能吃凉的。结果到了医院呢，发现我老公给我准备的零食也是冰镇的凉西瓜，给我妈气得直蹦，就教育我老公，哎呀，西瓜性寒，凉西瓜大寒，产妇性温，应该远离性寒的。我老公说，我刚给你从犯罪窝点给你解救回来，这又教育我，说的啥呀？啥也没听懂。西瓜性稀，产妇性张，谁姓妈你姓韩呢？